嘿，大家伙早喽！7月17号星期一了，新的一周哈。但是这边今天是日本的假日休息日，不过我不休息。回大阪第一天，今天是第4个训练日，所以咱们回评论看。感觉过了这一周，一下又热了一个台阶儿。还是大阪城熟悉的路线。今天清风好，咱们回回评论聊聊天。像在日本国内这样短途旅行，坐新干线其实也还行。去的时候坐的是快车，2个多小时；回来的时候是每站都停那种，4个多小时。看看夏天这边的树和植物，这儿大概要比北京靠南一些，介于北京上海之间吧，可能偏向上海一点的这种环境，湿度比较大，有的时候也有很茂密的树。但是福冈跟那儿就不一样，福冈就像是热带地区了，福冈海边都是能看见椰子树了，而且那个太阳和云就是那种明显的热带海边的感觉。大阪，比方说我现在在这儿，你要不告诉我这是个沿海城市，我就不认为它是个沿海城市，空气里也没有海的味道。行，咱一会儿聊啊，加油干。行，那我们开始回评论啊。首先是周末还有比赛，上周末我看有些小伙伴参加了，有的跑的不太顺利，有的跑的特别好，都恭喜啊！这个天气下真的是不容易，你不管是哪儿，现在都不凉快了，对吧？我估计再往后夏天应该就没有比赛了吧，然后就认真准备秋天的赛季。其实这个时候参加全程马拉松的比赛已经不利于准备秋天的赛季了，太晚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夏训的前中期。你们看今天这个休息日，他们这儿一个什么节，连星巴克都没开门，关着呢。室内超慢跑有用吗？太热了。一开始如果您是初跑者肯定有用，但是您要是想准备马拉松，只能说维持一个基本的有氧能力，很难有明显的提升。拉伸的时候着急，使劲使大了受伤了，可能是强度太大了，累积的疲劳，是这样的。而且我是不太建议高强度或者是长距离的训练之后做静态拉伸的，就是比方说你跑了个马拉松，或者你跑了个长距离，跑完就休息放松，不要去拉伸它，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的。做静态拉伸，如果你就是日常的这种通勤跑或者常规训练是可以的。就拉伸这个事儿啊，被好多的这个媒体或者自媒体说的太玄太神。它其实是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不是很必要的。个人观点啊，我以前也觉得特重要，特别认真。现在我就完全几乎没有，除了解鞋带的时候。但是热身在比赛之前是很重要的，它并不是说让你降低受伤的风险，而是说让你能一起跑就能找到状态。热身是很重要的。平常晨跑之前的热身，如果您是晨跑空腹，那也很重要，让身体热起来，防止前几步受伤，也有关系。这样还是热身更不能做静态拉伸，动态的。不想空腹晨跑，建议跑前吃点什么，香蕉行不行？
行啊，但是别吃太多。我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吃东西的，就吃一小片白吐司，就几乎等于没吃那感觉，但是又吃了一点就行。你要吃香蕉大根的，一整根有点多，说实话。就普通大小的一片白吐司那么大的体积的东西就行。你主要其实就是体积太大了，在胃里不舒服。用 ANT 加协议连心率带，老师连是这样的。这个协议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是为了应对当年蓝牙协议的不足出现的，但是呢，它还有它的问题。我觉得是时候快要淘汰它了。现在蓝牙已经非常可靠了。然后像我这个心率带是可以同时连2个蓝牙设备的，所以现在2个表都是蓝牙连它。下一个就是关于昨天我说的姿势，小伙伴有不同的建议和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就像您说的，我帮您总结，就是您认为我是在说有幸存者偏差，那肯定是的呀。但是还是那么一个点，你看，比方说你让我现在把速度降得特别低，或者说我没劲儿了，你这肯定和你状态特好或者跑得快的时候的跑姿是不一样的。而且像很多人说膝盖不舒服什么的，也不全是姿势的问题，人肯定是会不自觉的去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落地的。膝盖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大腿前侧的肌肉不发达，或者说不平衡，导致您可能就是膝盖关节不稳定。同时呢，别人看起来呢可能说你跑姿有问题，但是你想，你跑姿有问题的原因是你那块肌肉没劲儿啊，那怎么办呀？那不是学姿势学来的，是不是？那是通过练出来的。而大多数跑步的小肌肉群和关节的力量很难通过健身房这种某些动作能完全练到，它就是得多跑积累。不成熟的小观点啊。课表顶不下来怎么办？这个其实我没有遇到过，我是个比较保守的人，可能您现在选的课表对您的能力来说不是太匹配，并不是说想干一个事儿就能干下来的，很可能会失败。失败那您就分析嘛，如果只是偶尔的一次，那说明您状态不好；如果每次都不行了，说明现在不适合这个能力，可以降低一些。一般强度课的训练就降低，减少组数，不要减少强度。也有小伙伴说，看我们周3的强度训练距离不长啊，其实不短的，兄弟。每次的快跑的距离都是5到6公里呢，不管是1公里一组的变速间歇，还是说一口气的6公里，对吧？5、6公里的强度不短了。你就这么想，你跑1分钟快慢跑30组，也无非就是30分钟的快速，那也就是6、7公里，对不对？我相信30组1分钟快慢，如果全力以赴跑1公里，不是谁都可以的。我面对这个训练，我也是很头疼的，有的时候。基本上你们就看这种速度课啊，差不多就是快跑，要不然就是5、6公里、7、8公里，要不然就是半个小时，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你要看今天，比方说3个2400，那就是也是30分钟嘛，对吧？再长一般人也就顶不下来了。力量训练多久一次？跟着小伙伴练一次，第2天疼的不行，那是这样的。好些大肌肉群的反应是更明显的，而大肌肉群跑步的时候不太容易练到。您肯定是有薄弱的环节。我一般就是4天练3次，但是不长，每次，比方说我要做核心的话，那就是每个动作100组一次，100个一组，抱歉啊，做2组，一共4、5个动作。
如果是练腿的话呢，就是一组大概50个，不管是单腿的硬拉什么的，还是单腿的那种弓步蹲、提踵，然后练2到3组。如果这段时间懈怠了没练，猛地一开始练，第2天肌肉也会疼。但是这种肌肉疼不影响跑步，就不影响跑步实际的东西。周跑量80，因为工作生活原因没有时间跑30公里，能不能用2个15公里代替？首先是不能完全能，但是其实也并不是像您想那样，每个人每周都跑一次长距离和30公里。我都没有，我都好久没跑30公里了。但是呢，在比赛之前建议跑2次，比赛之前的40天之内跑2次。第一次可以放在比赛之前30天跑测试，跑一个强度的30公里。第2次可以放在比赛前2周，跑一个轻松跑的30公里。第一次是给自己打信心，第2次呢是磨练一下自己的性子，因为30公里后边好多都是你平常不跑的距离，你可能到时候觉得心理上不行了。医生建议别晨跑，说不好，这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好的。其实你只要活着都是在消耗。健康的成年人晨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只能说有的事情风险高，有的事情风险低。那显然坐飞机外出旅行要比在家坐着风险高，对不对？晨跑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最后一个啊，说到什么水平可以用碳板做日常训练，这个不太好界定，因为现在很多碳板鞋做的比较的宽，适用的人群，它并不那么激进。我觉得5分钟左右的配速问题不大了吧？你要是6分钟，确实没太大必要，也不是说不行。初跑者还是可以考虑多找一找路感，因为很多人不在马路上跑步，跑一跑感觉不一样的。加油干吧！行，今天准备的都回完了啊，最后再恭喜一次刚刚完赛的小伙伴们，大家都加油干，加油干！哎，7月17号星期一清晨6点35，训练结束啊。因为6点35这个天，看我脸上这个汗，好热呀！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就跑了13公里，1个小时，平均功率204瓦，平均配速4分47，心率145，步频196。为什么呢？是因为结束之前这5公里我冲了10个200米，就是200米，然后慢跑300米，就正常速度跑吧，不刻意的慢，然后200米，然后300米，这样交替跑了10个。200米就是基本上就是我的全力以赴冲刺了，我绝对速度也就这样。大家可以看我的 Strava， 今天能看到的，我也没有用那个手表分组，你就看最后这几公里是时快时慢的，所以最后把心率拉起来了一下。最后一个训练日，如果我前3天都没有很严肃的训练，那最后一个训练日肯定是要这样做一次的，否则这个训练周期就感觉有点软。然后明天休息1天，后天是强度课，也还行。但是这个周期跑量落下来了不少，落下了大概有10多公里，将近20公里的样子。有的时候你们看很多人，像我那一年维持500公里1个月，维持了整整1年，整整12个月，真的是挺难的，因为你就不能有差错，因为有差错你一次差10公里10公里补不回来，真补不回来。你听着1个月好几百公里，10公里不算什么，但是那时间过去就是过去了。我第一次把跑量加到300公里1个月的时候，最后一个5公里是最后一天的下午，忍着特别累还特别热出去跑的。行，看看今天的
气温，今天的气温30度，现在就整个这个跑步过程中 ，Stride 获得的室外的温度30度。其实它就是无意间它还挺准的，为什么呢？很多时候这个气温的就是记录，历史气温的记录我看过，都是什么地表以上2米的温度。它虽然离地表挺近的吧，但是如果没有暴晒一天的话，其实差不多早上起来，这个位置要比手表的那个传感器会准确，因为它没有太多东西干扰嘛。湿度62%，其实还行，今天的湿度是不是？比福冈稍微的凉一点。行，今天就是不期而遇的加一加速度，有的时候就是你突然一个想法你就干，然后你就失败了，或者说不成功又能怎么着呢？对不对？还不能怎么着嘛，是吧？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加油干，加油干，努力下训，秋天肯定会有好成绩的，是不是？咱们强度日见了，加油干！